我们刚刚查获了一起特大闯关走私案，就目前的证据，这个案子牵扯到你们东润国际。同时，请高总到海关走私侦查局接受询问，请吧。带走。让开。在你们。这人。我跟你走，杜馆长，在这个城市，我给你留足面子。强哥的嚣张并非没有道理，走私了怎么样？有证据又如何？因为强哥的背后站着太多的大佬，而且就在海关赶到之前，强哥刚刚打了一通电话，直达天港的最高层，态度跋扈，毫无畏惧，分明就是有着充足的把握。伸手之前，有些人是爷爷，有些人是孙子；伸手之后，攻守一行，爷爷和孙子便开始模糊不清，甚至出现颠倒。你是主管这摊的领导，我不找你找谁啊？请不要跟我废话，告诉秦书记，把我高锦麟惹急了我就走了，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呢？什么？我急？我着什么急？我不着急，我就在这儿等着海关的人来呢。着急的人是你们，知道吗？电话打给主管领导，威胁到秦书记。高景林背后的势力可见一斑，但关键并非如此，关键在于高景林的两句话：把我惹急了，我就走了。谁会担心高景林离开？谁会担心一个走私犯离开？你想，我不着急，着急的人是你们。高景林即将被抓，谁会比他更着急？高景林即将被抓，谁会比一个走私犯更着急？你再想，官商勾结，利益绑定，环环相扣。高景林一旦倒台，必将扯出一大片飞禽走兽。所以高景林不着急，因为有人担心断了财路，更会担心断了仕途，自然会想尽办法保全高景林。当然，官府保全自然有着官府的惯有办法。事情已然成为定局，那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时任天港副市长苏向全直接将杜馆长拉到了东润国际在建的体育馆项目现场，来了一场看似光明正义，实则阿扎恶心的经典劝说。这是东润国际投资给我市盖的体育馆，眼看着就要停工。劝说刚开始便是摆事实，你抓了高景林，必将影响东润国际的投资项目。我要让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或许连苏市长自己都知道，就高景林的罪行而言，一个体育馆恐怕不能抵消。别担心，面对如此情况，我们有着较为固定的处理办法，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再由面延伸到大局观，将问题严重化，将影响恶劣化，甚至直接将问题关联到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座城市好像只差一天就变成美丽的花园了。这座花园一直是我梦中的理想，本来它是离我越来越近了，可是今天突然不见了。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抓了一个高景林，影响了整个天港市，甚至直接碾碎了我的理想。你自己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杜馆长还能如何回答？顺着问题回答，就要给出解决办法。要想让苏市长满意，那就必须释放高景林。但面对领导的质问，你又不能不说话。但凡遇到这种两难的局面，要么以反问追击，要么暂时妥协，但要避开问题的关键。看来我是罪魁祸首。领导的指责我承认，领导的质问我不躲，领导的不满我接着，但我偏就不给解决办法。反正我有理，反正我占据着主动。只是杜馆长给出的回答似乎让苏市长误会了，他认为杜馆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开始转向劝说的另一个阶段，内心理解，思想支持，但我们要顾全大局。你的愿望是美好的，对于你，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曾经对人说，我身边要多几个像杜新平这样的人就好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先灌一碗迷魂汤，麻痹对方的同时，还能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只是别高兴得太早。按照领导的语言习惯，先有的夸奖算不得夸奖，绝不能当真，因为领导还有但是。但是以后的内容才是领导真正想要强调的关键。但是新平要务实啊！高锦麟能够让咱们天港走得快一点，那么对其他的方面我们就不能容忍一些吗？就说高锦麟走私，那也是一种传说而已。这种捕风捉影对海关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影响天港的建设，这两败俱伤啊！
好一个捕风捉影，好一个两派俱伤。苏市长不愧是飞禽走兽领域的代表人物，硬是将高景林的抓捕工作归结到了海关工作的成败，归结到了整个天港的建设。更为关键的是，苏市长说了，高景林走私就只是传说，你们没有证据就带走了如此关键的人物，你自己说合适不？就算是你手里有他的证据，你要对他进行制裁，那也得跟市里的领导商量啊。你知道天港的现状是不是？高景林啊，他的影响，哎，不用我说，你应该比我清楚。好一句就算，好一个商量。有了证据，准备制裁，还要请示汇报，那么法律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奈何杜关长始终沉默，偏就没有任何回应。苏市长无奈，只能撇开所谓的大局考虑，直接转向感情绑架。秦平啊，没过几年我就要退下，我是想让高景林多做些事情，也无愧我为官一任。就算不考虑大局，就算不在乎天港的建设和发展，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就让高景林继续奉献，持续不断的贡献政绩，全为了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终极梦想？明明就是袒护一个走私犯，人家偏就能上升到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能够归结到为官一任的光明理想。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技术，这种甩掉脸皮的勇气和担当，就问你服不服？苏市长所为，正如郑必昌所言，穿上这身衣服，谁还不是禽兽啊？当然，除了杜关长。杜关长不想再听这套所谓的大局理论，转身就要离开。但苏市长接下来的一句话，算是彻底坐实了自己的形象。水清则无鱼，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呀。水清则无鱼，如果水里都只是高景林这样的黑鱼，水当然不会清。但这样的水还有何用？能喝能灌溉，还是能污水处理再利用？就只是一条臭水沟而已。奈何南墙挡着，没人能够看到污水，没人能够嗅到臭味，但偏偏就是这些污水还是通过自来水管流到了千家万户，洗衣做饭，维持生活。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能够预见，你别管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有人顶嘴背锅，反正高景林无罪释放，继续嚣张，甚至高景林被释放之前还有着这般威胁。杜馆长，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你就不怕耽误你的前途吗？如果需要的话，不惜生命。如有需要，不惜生命。如此豪迈，如此勇敢，奈何南墙太后撞碎了杜关长的英雄梦，奈何现实太脏，污秽了杜关长的赤肝忠胆。这是苏市长为何就愿意保全高景林？一次普通的谈话，一场普通的交易，我们就能得到答案，一个司空见惯的答案。你给周副局长打个电话吧，告诉他批下来了，局长是他的了，马上在人大会上就会宣布。谢谢，我这是替老周先谢谢您了。光谢有什么用？老规矩呢？光谢没有用，还得是老规矩。老规矩又是什么规矩？让人性释放光芒，让利益填补所需，恶心不？但你有什么办法吗？觉得不堪，那就努力壮大自己，登上山顶，你才有改变规矩乃至制定规矩的资格。只是就算你登到山顶以后会有这般想法，规矩如此美好，何来改变之道理呀？